瞒大家，我以前非常自卑，而且还误以为是别人看不起我才造成了我的自卑。为了消除低人一等的假象，我开始装得孤僻、高傲、不合群，故意不参加聚会，走路用鼻孔看人，处处表现出别惹老子的特立独行。结果我如愿以偿，他们真的看不起我。但作为一个死要面子的人，装都装了，包袱哪能轻易放下？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矛盾现象：自卑又狂妄，渴望认同又回避社交，表面满不在乎，内心又抱有期待，整个人在精神内耗下差点成了神经病。直到读了心理学家卡伦霍尼的豆瓣9分神作《我们内心的冲突》，我才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卸下包袱和防备。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借读客3颗钻李松蔚老师导读的《我们内心的冲突》，聊聊焦虑、内耗、抑郁等精神痛苦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不断消耗甚至拖垮自己的精神疲惫。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冲突的时候，小孩子做选择，成年人也没办法全都要，很多情况下甚至还没得选。比如我小时候纠结过长大了是上清华还是北大，高考时才发现自己多虑了100多分。再比如，虽然我讨厌老板的嗜血压榨和刻薄嘴脸，但为了几两碎银又不得不当好当代奴才。数千万年的进化让人类拥有了超越动物本能的高级思维和认知，它成为人类的特权，也成了人类的负担。动物的行为基本取决于本能，人就不一样了，心理活动的复杂性让我们有了众多不同种类和层次的心理需求，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心理冲突。另外，霍尼提到，内心冲突的范围和剧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毕竟人的心理活动会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有些人想要一日二人三餐四季的平淡生活，有些人则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种生活方式都没有错，但撞在一起就容易出问题。个人需求跟社会价值观相违背，再做选择就艰难很多，是服从集体的期望，还是做个人主义的异类？是扬名设利，还是淡泊名利？再具体一点，是交际广泛，还是离群索居？是做喜欢的事儿，还是上待遇高的班？诸如此类，每天都要面对选择的冲突并做出取舍，有内心冲突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每个人都有内心冲突，但很多人还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自认为合适的选项，调和矛盾，结束冲突。比如我以前喜欢打游戏，但有了孩子之后我得带孩子，也就放弃了一些个人娱乐时间。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能掂量出孰轻孰重。这个选择是自主意愿驱动的，但也有一些人选择是被恐惧驱赶的，他们往往通过压抑需求来化解内心的冲突。短期看或许没有问题，但需求只是被压抑而没有消失，内心世界跟现实行为的巨大反差不断地拉扯自己。就像我明明自卑，为了不被拒绝故意装出傲慢的样子，久而久之，焦虑、内耗、强迫、抑郁的情绪慢慢放大，内心的冲突就变成了心理学所说的神经官能症。长期压抑需求会让自己的价值观模糊，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人成长的早期，就会影响人格的形成和完善，这也是最初的神经症倾向。比如一个孩子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可能会压抑对关爱的需求，他不再相信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情感连接，进而失去对别人的信任感，陷入敌对和猜忌的偏执人格中。霍尼在书中提到了内心冲突的3种人格，分别是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僻型人格。我猜你会想，这3种人格在正常人身上也有啊，是朋友当然会亲近，对讨厌的人自然不给好脸色，有不想见的人就躲远点，怎么能说是神经症呢？其实在正常人身上，这3种性格倾向是可以相互调和的，人们会通过理性的判断和妥协来平衡3种需求，灵活地决定该用什么手段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比如看到甲方的无理需求，我不能掀桌子骂脏话，只能面露微笑，诲人不倦。但我回到家看到孩子调皮，那他肯定逃不过一顿打。长期处于内心冲突的人会缺少这种灵活性，因为他们始终把需求压抑在内心深处，习惯性的选择其中一种性格倾向来主导自己的行为，不管这种倾向是否合适。屈从型人格就像一只温顺的兔子，始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别人的得寸进尺也能让就让，因为他们渴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归属感和安全感。但事实上，老好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相反，很容易被强势的人控制和伤害。很多屈从型人格都是 CPU 的受害者。攻击型人格刚好相反，他们就像草原上的平头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他们不信任人际关系，把脆弱的一面封禁在内心深处，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对竞争和成功有执着的渴望。前面两种至少跟外界还有接触，孤僻型人格是干脆断开联系，玩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们怎样都行，跟我没关系，我连陪伴都不想主打。但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本能，所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收获内心的平静。内心冲突的人，要么是从3种人格中偏执地选择一种，要么是在3种人格间飘忽不定。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人际关系，会再一次放大他们内心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然而为了化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们又采用了2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第一种是理想化形象，现实中无法成为的自己，在幻想中努力追寻。大学有个同学，典型的孤僻型人格，不报社团，不谈恋爱，不交朋友。大学4年除了吃饭，我没怎么见他张嘴。他只有一个爱好，打 CF， 而且打得非常好。在游戏中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跟敌方互骂，交队友所谓，我觉得那才是他最放松最真实的状态。这或许也是很多内心冲突的人喜欢打游戏的原因，他们想要在虚拟世界中成为完美的自己。第二种是外化，就是将内部的心理活动投射到外部，认为自身的问题都是外界的过错。通俗说就是拉不出屎怪地球没有吸引力，我的自卑就被我外化成是别人看不起我。这种方式其实是把内心的冲突又转移到外界，如此一来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真的看不起我了。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大概率是带你回到童年，看看原生家庭的哪些经历对你造成了负面影响，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就豁然开朗，不药而愈了。这的确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张三小时候父母过于严苛，不听话就责骂甚至动手，那张三很容易什么事都听父母的，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当他把这套防御机制运用到长大后的人际关系中，就变成了屈从型人格。但即便张三知道了内心冲突的根源，也没办法立马充满自信和锋芒，因为从小到大经历了无数复杂的人际交往经历，早就形成了一套深刻在潜意识里的防御机制，靠理性决策和意志力支撑，强迫改变自己的潜意识基本是徒劳无功的。霍尼认为，要解决内心的冲突，必须改变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这个过程很难，而且没有捷径。咱们用一个例子把方法串起来。第一步，了解内心的冲突。李四上了高中，但因为厌学抑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很好学，但因为一些事儿让他怀疑自己的能力，尤其害怕考试，因为他担心考不好被同学嘲笑，被家长责骂，所以一学习就焦虑，一焦虑就学不好，学不好就更焦虑，最终形成抵触心理。深挖一下，我们发现李四内心的冲突来源于原生家庭，因为父母只注重他的学习，考得差就打，考得好就夸，这让他觉得所有人都唯利是图，只有自己成绩好才有利用价值，否则就是个废物。他开始不相信任何人，进而影响了跟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内心冲突的根源。第二步，探寻真实的需求。如果是你会怎么办？肯定是努力证明自己，然后赶紧摆脱原生家庭，对吧？李四也这么想，他理想化的自我是成绩优异，考上顶尖大学，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于是他疯狂压榨自己的精力，没日没夜的学，但理想与现实始终存在差距，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慢慢的厌恶学习。其实李四真实的需求是想让父母在乎自己，想跟老师同学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误以为只有成绩才能说明一切，才能让所有人尊重和接纳自己。第三步，形成完善的价值观。李四过于强调一个人的功能价值，就容易造成过度补偿效应。就像一个大学的分数线是600，你考了605不太敢报，考650分才会安心。李四也是一样，过分强调功能价值，不仅让他给自己太多压力，也忽略了情感价值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他可以多跟父母沟通，多向老师请教，多跟同学一起讨论学习和学习外的话题，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突出自己的棱角，谦逊、真诚、乐观、友善，这些都是人际关系中重要的元素。价值观得到矫正和完善之后，他就不会在一个方向钻牛角尖，也不会对别人都充满敌意。第四步，不逼自己，慢慢就好。虽然李四找到了真实的需求和完善的价值观，但生活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他潜意识里的错误信念还是有可能死灰复燃。霍尼提到，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但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可能让人痛苦，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有了前面3步，我们至少可以慢慢地让自己冲突的内心变得独立，让压抑的需求变成清晰的价值观，在做选择的时候也能够听从自主意愿，而不是被内心的恐惧驱赶。读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前，我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当然也有死不承认的嫌疑。读过之后，我坚信自己确实有问题，
但也坚信自己能够变好。这就是霍尼给每一位内心冲突的人最温柔的抚慰。要知道，他曾因不幸的原生家庭而罹患精神分裂症，也一度抑郁到想要自杀。尽管如此，他依然成为了跟阿德勒、荣格、弗洛姆齐名的心理学大师。